大家好，我是云飞。大家老说红米的硬件是真的顶，可惜是澎湃；这小米的硬件是真好，可惜是澎湃。那澎湃真的这么垃圾吗？之前我们对比华为，那么这次我们来对比一下，大家都说流畅的橘子 OS， 看看在日常使用方面和澎湃有什么差别。当然，这期只是一些流畅度的对比，不涉及更深层次的系统啥的。就从一个用户的角度来看，为啥大家觉得橘子流畅，而澎湃2就没太多人说它流畅？按道理，小米的这个动画目前也是非常不错的呀。那么，有请我们今天的两位选手，一个是我们的小米15，一个是被借来的 vivo X200 Pro Mini， 系统都是目前的最新版本。那么我们两手掌转发，这就开始咱们今天的正片。咱这个对比我会大概分成4个大块，覆盖我们日常使用的解锁、桌面、应用，还有一些额外的扩展苹果的生态。虽然说不是很专业，但尽量是靠近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本期对比里面，我使用的是 4K 120帧拍摄，快门速度为250/1。小米15采用了 DC 调光，基本没有频闪。vivo X200 Pro Mini 用的是高频 PWM 调光，频率达到了2160赫兹。在我这种高频拍摄的时候，这种频闪会更明显被捕捉到，大家观看的时候见谅。具体的讲解的时候，我们可以放慢来对比，探究它们在视觉上的流畅度的差距。那么我们这就开始第一个环节，手机解锁。首先我们把2台手机都重启，保证它们的状态都是良好的。小米15的配置是16+512，而 vivo 这边是16+1T， 它们的运行内存基本都一致，所以在这里面几乎也没有别的影响。首先是我们的解锁和锁屏，这是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我们可以看到它们的这个锁屏显示，它其实默认都是会自动关闭的啊，就是一旦没有人去看它的话，都会自动关闭。然后这个现在我是把它给关掉了，不然会比较影响我们拍摄。那它们的这个锁屏都是这样，然后我们双击一下，也都开启了这个双击亮屏，可以看一下这个切换的效果。然后有一个点是 vivo 这边是会比较快，就直接切到这个息屏显示的一个模式，而小米这边它是会更慢一点。还有一个点就是大家会经常用到的双击音量简键，直接进入相机。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一个比较。这个是小米会更好一点，这个我已经试验过了2、3次了，小米的这个反馈更快。就是 vivo 这边它是需要等咱们这个解锁的这个动画这个动效加载完成之后才会进入到相机，而小米这边是直接就可以进入。然后现在我们来进入到桌面，双击，然后进入到桌面，这个效果其实都差不多啊。不过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 vivo 它是有一个锁屏的动画的，这一点就确实做的会更细节一点，我们可以慢慢来看一下它们的区别。小米是没有的，小米是直接黑掉，然后亮一下。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信息栏和控制中心。vivo 它的动画出来，它是直接一起这样子出来，而小米的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直接从这个角落全部出来。这种动画的逻辑，它会贯穿2个系统。我们可以看到小米的它这个动画出来，它这个效果是很讲逻辑的，而且是非常细节的。而 vivo 的在这一块，它和苹果那个表现是一样的，它是直接全部直接这样渐变出来的，它不是说从一个角落里面这样一起出来。而后我们再来仔细的瞧瞧它这个控制栏一些小细节，看看它们之间做的有没有区别啊。这里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到它的不同。vivo 的它是太阳光强弱，它是以线条来表示，小米的话它就是一个太阳在旋转，这一块我个人觉得是 vivo 的它可能做的会更细致一点。而且 vivo 的拉到上面它还会显示一个耗电量高，
在音量方面，它们的设置是一致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边的小卡片，点击，我们放慢来看 vivo 的卡片，在点开之后，背部它是会有一个渐变的效果，而小米同样也有渐变效果，但是这个渐变的时长很短啊。我们再来看 WiFi 图标，开启 WiFi 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动画效果非常的丝滑，然后这下面也会同步，这里也会动。然后看小米的，开。然后像其他的，就比如说这个蓝牙开启，那比如说我们再开个飞行模式来看一下，飞行模式，然后 vivo 的飞行模式，这个倒是都一样的，开启、关闭它也有一个动画，但小米的好像没有关闭的动画。控制中心它们的这个 Q 弹程度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再来到它们的信息界面，现在我们都是最边上的这个界面，我们直接滑过去。其实它们的这个动画还是和控制栏一样，我们可以看到小米的这个卡片它是一个个直接这样过来的，然后 vivo 的就是直接全部。你会更喜欢哪一种效果的呈现呢？接下来就是它们的桌面对比，滑，确定，滑，确定，这个要点完成。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都是组件，然后在这里编辑图标的一个圆润程度，按自己的喜好去编辑。编辑完了之后，它都会有一个动画，然后也可以显示图标名称，不显示图标名称，它这个是放的比较外面，而小米的呢，它是放的是在里面嘛，就多一个层级。好 ，OK，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后台动画啊，这是他们的后台，这也是有区别的。你看 vivo 的它是这样，就是它每个图标，就是左边这个图标，它是这样移动。然后小米的呢，它就是在这里就是普通的，这是它们这个左右滑动的一个区别。然后切换到上下，它这个依然是左右。然后小米的是瀑布流，我去切换一下，它们是这样一个区别。然后 vivo 是直接能在这切换。OK， 现在来点这些应用，我们看一下它们应用多了会有什么区别。然后有一个点啊 ，Orange OS 它整体的 UI 设计会更大一点啊，就是我已经把字体啊都调到最小了，但是它们俩显示的它们的大小是在一致的情况下，小米的内容显示的更多。你就看这个嘛，它是可以把下面的这一块显示出来的，但 Orange OS 在这一块就会少一些。小米点进这个王者荣耀，它是会有一个 Timi 的那个加速的，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小米的这个开启的速度会更快一点，对吧？但是到后面倒是差不多了，前面几个应用确实是小米更快，这个也是小米更快。但是在多开几个应用之后，小米这个过热降帧率是比较明显的啊。
那小米已经开始卡了，小米已经开始卡了，你看卡的要命，就只能这么说，小米的这个后台管理确实不如 vivo， 就目前来说啊。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这个快速切换应用啊。在应用快速切换这一块，他们的操作方式和动画逻辑都基本是一致的啊。我们清一下他们的后台啊，现在得让他们休息一下，不然现在小米这个拍出来就是一个锁60帧的一个状态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文件夹，就还是以这种大文件夹为主啊。我们移到差不多的位置。来看看，小米这个很细节啊。咱们这个文件夹在上面，打开系统工具就是在上面；如果在下面，打开就在下面。如果我们这个也在上面，那它就在上面，放到这里，就是在上面。可以说小米是花了挺多心思的啊。然后像 vivo 的，不论在哪打开都是在这儿，就是影音阅读工具，然后第2页，然后整体就是一个统一的，就是确实能看得出来小米是用心了，用心去做这些细节的交互，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好用。我个人感觉啊，你挺好的，这样子点开来也蛮细节的，但是你做成 vivo 这样也没有问题，对吧？但如果我个人看来，不是一个工程师的角度，我个人看来可能是 vivo 这种更省资源一点啊。我们再来仔细的看看每个应用打开的状态啊，这是小米的，大家可以慢放仔细来看一看。然后这是 vivo 的，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先来看小米这边，小米这边它是有这个小米互联服务，目前是，那它可以做到哪些事情呢？2件事情，一个是可以直接，你看，直接互联到咱们这个屏幕，那这样子，然后帧率也还可以吧。再就是直接可以把我们的文件拖动到手机这里，这是一个很方便的点啊。然后速度也还不错，具体的速度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就比如说，如果我们需要把它传到我们的电脑里面，我们直接这样一滑，这里就有一排的搭载了这个小米互联服务的东西，比如说我的 Mac mini， 然后 Keypad， 然后15 Ultra， 然后这里的 MacBook Pro， 那我们点击它就可以直接传了。然后需要注意的点是，我们的 MacBook Pro 肯定是需要打开这个小米互联服务的。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一个真实的速度，都是无线啊。那最快的话是30多兆，但我实际用的时候，那个速度如果是接网线之类的，可以跑到接近100兆左右，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那这基本上就是咱们这个小米互联服务的功能了。但是 vivo 它做的是相当的不错啊，它是有这个原子套件，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有哪些功能。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拉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它就直接有一个摄影师云飞的 MacBook Pro。当然前提啊，它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我们安装了它的原子套件，那 vivo 办公套件，我不知道它现在在不在后台啊，但是它这里是直接可以显示我这个电脑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点它一下，我们点击连接，看看它能不能直接唤醒它的这个原子套件，感觉有点危险啊。我之前是真被这个功能宣传到了，就确实挺好的，就类似于之前锤子这个 Headshake，
它可以直接管理手机里面的文件啊，应该是连接不了，它是也是需要我们打开这个 vivo 的一个办公套件。那我们打开它的办公套件给大家看一下。那开启套件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容，它的功能就非常多了啊，就比如说手机投屏，但是感觉没有小米的丝滑啊，它这个时间就会比较久，然后延迟的话，我感觉比小米的会高一些。就在我这个环境下来，大家可以和刚才的对比一下，小米的是明显是更快的。然后这是一个功能，另外的功能就是它可以直接管理这里面的，你看图片、视频备份，你可以开启自动备份，然后它就可以直接备份到电脑上面了，然后也可以直接文件管理，然后就可以看到，哎，图片有这么多。我是直接把我的图片同步到了这台手机上面，给大家一个参考嘛，不然就不太具体了。然后音频、文档、微信、QQ、手机储存，真的都非常的丰富啊。这我是希望小米有一个这样的东西的，这对于吸引苹果用户来说肯定是杠杠的啊。然后它还有这个原子笔记，但我作为不用 vivo 的人，可能就不太了解这个东西，这就不展开了。这按我的理解就是小米云服务里面的这个小米笔记差不多，就是不知道支持的有没有小米笔记好。小米的这个云服务，它里面的那个小米笔记就是一个网页端的东西，其实功能很爽。然后它这有日历，那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同步的手机的啊。然后相册，然后开启云相册是可以直接在这查看的。这其实我感觉就是一个小米云服务，类似于小米云服务，但是它把这些东西。它把这个文件管理这些直接集成到了 Mac 电脑上，我觉得很好。然后远控 PC 也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功能，但是它是需要 vivo 的 X-Fold 或者 vivo 的 Pad 才可以开启这个东西，手机是不行的，这手机是不行的。所以在我看来 vivo 的这个服务做的还是蛮不错的。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传文件传的怎么样。就比如还是我们的一个视频，我去找一下啊，这一个13分钟小米之家开箱的视频。那我点击分享，那 vivo 分享，那这里就有一个摄影师云飞的这个 MacBook， 挺好的啊。那我们直接点击它，正在发送。但是办公套件它这个接收失败，具体是什么原因呢？看一下啊，再来试一下，可能它这个没有小米的那个稳定啊，有可能是我用的太少了。那又有了，点击它，发送失败，不知道具体的原因啊。我看看能不能。断开连接，好，已经断开了连接。那我们直接再发，也不行，这个 bug， 这有一点小 bug 啊，这个就没办法给大家测试这个速度了。我再换一个别的视频看看，小一点的视频行不行啊？比如说换一个20秒的视频，这一块就是没有小米做的好啊，就是传文件这一块。这个也失败，也接收失败，估计就是这个不知道什么原因啊。OK， 整个看下来，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小米澎湃2的动画流畅度其实很不错，做了动画的都非常的细节，但在一些小的更细节的点上就没有那么到位。和橘子相比，在动画上的细节考虑的就还不够多。澎湃的动画但凡做了都很不错，很符合逻辑，但个人认为有些动画它可能过于细节，导致动画的时长会稍微长那么一点。或者你们看下来觉得，就目前演示的这些，它们看起来会有流畅度的差异吗？不过说真的，小米确实在过热、降帧率
这块还是有点没控制好，人 vivo 都还没卡呢，小米15就降帧率了。所以这咋说呢？抛开澎湃的其他问题，就看咱们这次的这个流畅度对比，就确实目前是在橘子 OS 之后的。我们最后的结论就是，无论是小米15还是 vivo X200 Pro Mini， 每款手机在动画流畅度的表现其实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小米的澎湃2在动画的精致程度上做得很细致，但也因此牺牲了某些时效性，而 vivo 则在流畅度和稳定性上稍微占优势，尤其是在处理降帧和过热的管理下显得更成熟一点。不过还是希望澎湃能够继续去优化一些，不然曾经的安卓第一 MIUI 真成最后的一个吊车尾了。最后的最后，希望用户们可以在评论区来反馈一下你们的实际感受，看看你们手里的手机系统用下来是个什么样的感觉，这同样也会让咱们的视频更加的完整。也希望这个视频体验的一个对比分享可以帮助到大家。最后，如果有什么想我测试产品，也欢迎留言。我是云飞，那么记得点赞、收藏，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